重生后，女人拒绝了丈夫的每一次示好。男人打算送发烧的她回家，她想也没想转身就跑。男人天不亮打好早饭在楼下等她，她回头便把早饭分给了其他同志。男人执意要和她凑在一起，她便直接提交了退伍申请。只因上辈子女人嫁给了为人十分正派的丈夫，男人为人太过正直，每月110块的补贴大多都贴不给了手下家境贫困的士兵。女人劝她多留些钱给自己家里，她却指责女人不关爱下属。后来女人心想，这般关怀下属的人必定是个不错的男子，便默认了他的做法。直到女人怀孕，没法再登台表演，家里每月只有基本工资，生活开始变得窘迫。可逢年过节的米面粮油，只要有人跟丈夫诉苦，她便会全部送出去，常常空着手回家。满心盼望的女人回归失望，她也想过个富足的新年，两人的争吵就此拉开帷幕。男人却认为她蛮不讲理。林岩生下老大后，开始每月跟陆川要工资，陆川觉得她变了，变得庸俗又令人厌恶。可看着瘦瘦小小的儿子喊饿，林岩只能硬着头皮去争。他们的婚姻本就没多少感情，这般一来更是名存实亡。陆川起初不回家，宁愿待在部队里，还是婆婆坚决要求，他才偶尔回来。后来林岩又添了几个孩子，或许是陆川也感受到了养孩子的艰难，每个月总算能留一半的钱给他，林岩已觉得很知足，日子也慢慢顺利起来。可老天爷好像偏要刁难他，和陆川一同执行任务的排长不幸牺牲，陆川主动担负起照顾排长家人的职责。排长的妻子苏小燕，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，没了顶梁柱，林岩心中满是怜悯。可这份怜悯，在陆川将苏小燕母子3人接回家的那日，彻底消失殆尽。苏小燕的丈夫牺牲之后，军区驻防吃紧，苏小燕原本要被遣送回乡。陆川坐在床上思索了一夜，林岩晓得他心里过意不去，还宽慰他别想太多，能做的都做了就行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陆川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。陆川没和任何人商议，就把苏小燕母子接回了家。望着本就狭窄的房子，林岩发疯似的和陆川扭打起来。2室的房间本就住着他们一家6口，哪还有多余的地方给别人？那是陆川头一回打他，他双眼通红，甩了林岩一巴掌，瞪着他，带着苏小燕扭头就走。他帮苏小燕提着行李，一个肩膀还扛着一个孩子，苏小燕紧紧跟在身后，他们3人反倒更像一家人。陆川这辈子从没帮林岩拿过一根葱，也未曾将他的孩子扛在肩头。他在外面为苏小燕购置了一个新家，那是属于他与苏小燕的家。此后他每月的工资仅给林岩1/3，剩余的全都给了苏小燕一家。为了孩子，林岩只能忍。陆川的仕途一帆风顺，外人都以为苏小燕是他的妻子，林岩则被所有人遗忘，就连他的孩子们也因苏小燕会给他们做新衣买零食，逐渐和他生疏。可孩子们哪里晓得林岩能将他们养活，已然用尽了全力，没人知晓。林岩每天饿到只能喝凉水，每天和食堂的大妈争吵，只为多蒸一个窝窝头给孩子们吃。而每当此时，苏小燕总是穿着整洁得体的衣服，假意帮林岩说情。所有人都夸赞她大度，却没人发觉她这副模样背后的丑陋。所有人都忘了苏小燕身上的整洁衣服，她手里的钱本都该是林岩的。就连那个站在苏小燕身侧不耐烦看着林岩的男人，也本是林岩的丈夫。要知道，没有嫁给陆川前，林岩也是文兵团的台柱子，也是那般知书达理。所有人都朝着苏小燕靠拢。后来陆川外调任职，带走的也是苏小燕一家，甚至他们走了1个月后，林岩才得知这个消息。那时的林岩已经不会哭了，也没有时间哭，孩子要上学要吃饭，他自己也要活着。等林岩辛辛苦苦送走了陆川的父母，把孩子们一个个养大，陆川和苏小燕才回来。2人宛若一对璧人，在别人口中，苏小燕早已是首长夫人。林岩站在人群里，陆川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根本没认出他来。苏小燕认出了林岩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想抽回挎着陆川的手，却被陆川紧紧拉住。苏小燕的脸顿时红了，看着林岩，满是虚假的歉意。所有人都在称赞他们10年如一日的恩爱。林岩悄悄离开了，他觉得这样也好，就当他和陆川从未认识过，孩子们也只是他一个人的孩子。可这只是林岩的想法，他的孩子们听说陆川回来了，全都跑去找他。陆川看着孩子们衣衫褴褛的样子，对着林岩破口大骂，指责他小气，不肯给孩子花1分钱，才让孩子过成这样。说完，陆川便把所有孩子都带走了。林岩哭着求孩子们不要离开，苏小燕假意护着孩子，说林岩这样会吓到孩子。林岩跪下求苏小燕不要带走他的孩子，陆川一把将他推开，嫌弃地拍了拍苏小燕的裙子，对苏小燕说：“你别靠近他，脏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苏小燕皱着眉喊了声陆川，假意道：“不是的，是我的错，我霸占了你那么多年，他心里苦，我都知道。”陆川一脸认真地看着苏小燕：“你从来没有霸占我，你总劝我回来，是我自己不愿意。”苏小燕又说：“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愧疚，以后我会弥补孩子们的。”苏小燕还想说些什么，便被陆川牵着手带走了。跟着走的还有林岩的孩子们，他们离开不带一丝眷恋，只剩林岩一人在破败的家里。就算林岩弥留之际，他们还嫌他耽误了自己的时间，何其可笑！林岩只觉身体越发虚弱，他觉得自己也许真的要死了。如此也好，人间太苦，他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意识消逝，林岩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再次睁眼，房门被敲得咚咚响，外面传来声音：“林岩，快起啦，团长在喊啦！”林岩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声，身体比思维先有了反应。他穿上熨烫好的平整衣服，打开房门，来人上下审视了他一圈后问道：“你怎么没穿裙子啊？多
难得的机会。林岩突然想起，今天是团长领着文兵团的人跟下面士兵接触的日子，他就是在今天的晚会上结识的陆川。一想到上辈子那样悲惨的日子，林岩的脸刹那间白了。他开腔道：“我不去了，我不舒服。”来人皱起眉。怎么就突然不舒服了？还能坚持吗？或许是林岩的脸色太过苍白，来人已经信了他的话。林岩记着他，这是他的好友陈丽，也是上一世唯一劝他别嫁给陆川的人。陈丽讲过，陆川那般的人最不适宜过日子，一旦两人起争执，所有人都会向着陆川。他那张脸好似就象征着正义。从前林岩不信，如今他信了。陈丽将信将疑地离开了。林岩背靠着房门，缓缓蹲下来，心里仅存一个想法，这次他绝对不能和陆川结婚。他正思索着，团长满脸无奈地走进来，一手拉着他往外走。林岩，今天必须去，上次你就说病了，全团就差你一个，这次你再不去，人家就要说你搞阶级对立了。林岩明白团长是在为他着想，上辈子他只认为团长讲话装腔作势，特别瞧不上人，但正是团长为他争取到了基本工资，也是团长劝他要坚韧，后来无数漫长的时光，全凭那点工资，林岩才熬了过来。团长匆匆往前赶，见林岩一声不吭，回头瞅见他泛红的眼睛，怔了一下，这是难受哭了。团长松开拉着他的手，刚想说些什么，身后一个爽朗的声音响起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顺着声音看过去，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走了过来，身后跟着的人正是陆川。此时的陆川还年轻青涩，长相刚硬，面容冷峻。林岩全身都在颤抖，有愤怒也有恐惧，他恨不得上前掐死他。他那悲惨的一生全都是他造成的。陆川对他人的注视极为敏感，抬头与林岩目光相对，只感觉心头一紧。这姑娘看他的眼神，怎么好似要杀了他一般？团长笑着站在浑身哆嗦的林岩面前，说道：“这不是开联欢会吗？林岩发高烧都哭了，还一直喊着要坚持呢，说文艺兵也是兵，不怕苦不怕累。”连长一拍手赞道：“好同志，不过既然发烧这么严重，就算了，回去休息吧。陆川，你送他回去。”陆川马上站得笔挺，铿锵有力的回应是。团长马上就明白了，这肯定是连长相中的人，心里琢磨着，林岩这姑娘虽说挑剔，但能吃苦，没坏心眼，两人要是真能聊得来也挺好。这么想着，团长就跟着连长走了。林岩站在原地，陆川一步步走近，最后他的黑影把他罩住。林岩望着地上的影子，心头无端涌起恐惧。明明上辈子陆川早早的就到了晚会现场，这辈子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？他不敢再往下想，转身就往回跑。陆川愣了一下，赶忙追了上去，身后的脚步声越靠越近，林岩跑得越发快了，不平整的路让他险些摔倒。陆川喊了一声，伸手就要拉住他，林岩只感觉皮肤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，拼着崴脚的危险也没让他碰到一点儿，他以为自己会狼狈地摔在地上，下一秒有人将他拦腰扶住。林岩睁开眼，看到的是方逸晨吊儿郎当的模样。方逸晨笑道：“怎么的，林岩，这次可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？”身后的陆川眉头一皱，开口道：“这位同志，请你注意用词，我亲眼看到这姑娘要摔跤，并不是你说的什么投怀送抱，这样恶毒的词不应该对一个清白的姑娘讲。”方逸晨一把将林岩扯到身后，对着陆川道：“你又是哪根葱？”陆川神色严肃地说出自己的来历，又说：“请你松开这位女同志。”林岩从来没听陆川说过这么多话，可他的话也让他有所警醒。他迅速挣脱方逸晨的手，谁都没搭理，转身便走，只是脚步一拐一瘸，他的脚腕已然受了伤。林岩不想见到陆川，更不愿看到方逸晨，因为上辈子陆川头一回把苏小燕母子带回来时，是方逸晨为他出头揍了陆川，可苏小燕是烈士遗孀，方逸晨这么做注定在部队待不下去，很快就退伍了。此后林岩再没听闻他的消息。林岩走到宿舍门口，一个挎着篮子梳着马尾辫的姑娘迎了过来，林岩的瞳孔刹那间放大，是苏小燕。原来他们这么早就曾见过一面。苏小燕对着林岩撇了撇嘴，撞开他的肩膀向外走，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人揪着领子扯了回来。苏小燕怒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这人怎么动手动脚的？”陆川的声音冰冷：“给我道歉。”苏小燕的目光看向陆川的肩头，此刻的他还只是个普通兵，一个大头兵。苏小燕心里不屑，嘴上却道：“怪凶的嘞，道歉就道歉呗。”说完便一溜烟跑开了。陆川看着他的背影，眉头高高皱起，如此无礼的女人是他最为厌恶的。林岩只觉好笑，他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上挪，无视了陆川伸来的手，直至关上房门。一话未说，他太了解陆川了，他有自己的原则，既然应许了连长，就肯定会送他进屋才肯返回。想想着实滑稽，陆川应允所有人的事都能做到，唯独承诺过会好好待他的那句誓言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。陆川在门口站立许久，他想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这姑娘为何这般恨他，又如此抗拒他。带着这份困惑，他回到了连长身边。连长笑吟吟地问：“刚才那姑娘叫林岩，是文兵团的台柱子，我打听过了，人虽然挑剔，但是能吃苦，为了排练一支舞，能整晚不睡觉，我看这姑娘适合你。”陆川的脑海里浮现出林岩的脸，鬼使神差的，他没有反对。连长哈哈一笑：“我就
知道你小子眼光高，以前给你介绍那么多，你就是不点头，看来还是喜欢漂亮姑娘。陆川立刻抬头，耳根都红了，急忙道：连长，我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很特别。连长心领神会地对他一笑。行了，文兵团还在这待几天，你多去找找，好姑娘可是很抢手的。陆川没说去，也没说不去，可第二天天不亮，他就等在了林岩的宿舍楼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一闭眼，眼前就是林岩看他的眼神，让他辗转难眠，干脆便来这里等了。起床号一吹，林岩就醒了，他端着脸盆，陈丽已经在门口等他，两人并肩往洗漱池走去。陈丽笑呵呵地说着昨天晚会上的趣事，林岩听得心不在焉，反倒周围一张张笑脸更吸引他的注意。自从嫁给陆川，很多人他都再没见过了。陈丽突然撞了撞他的胳膊，示意他往外看。林岩转头就看到了陆川，他立刻垂下眼睛。陆川大步走过来，手里提着饭盒。林同志，这是我给你打的早饭。林岩看着那饭盒，这是他前世今生第一次吃到陆川亲手送的饭。上辈子他独自躺在医院里生孩子，说自己饿，怕生孩子没力气，陆川却让他忍一忍，说战事当前，大家都有诸多苦难，怎么生个孩子还这般娇气。他被他说的泪水连连，他却烦闷地出了门，再也没回来。直到他把孩子生下，陆川才赶忙来看了一眼，便又走了。因为下属的妻子也要生孩子，下属去执行任务了，他要忙着忙那照顾别人。那时的林岩渴的话都讲不出来，孩子没奶吃，哭的脸都涨红了，还是隔壁的病友看不下去，帮了他一下，给孩子喂了些奶粉。可楼下的陆川一大早去排队，把奶粉送给了下属的妻子，何其可笑。陈丽见林岩一直没动静，踢了他一脚，林岩马上回神，板着脸说：谢谢陆同志，我不饿。陆川的手紧了紧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林同志，我是不是有哪里得罪你了？没有，我们并不认识。陆川从未碰到过这种状况，他一向待人友善，念及此，他朝着林岩深深弯下腰行礼。林岩惊得往后退了几步，陆川挺直腰，神情严肃：对不起，林同志，虽然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，但若有冒犯，我跟你道歉。林岩不想再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连连摆手：没有，我只是暂时不想结婚，我只想好好跳舞。陆川轻抿了一下嘴唇，脸上明显浮现出失落的神情。他将饭盒往林岩的盆里一搁，大步走了出去。林岩赶忙追了几步，陆川却走得愈发快了。他无奈地轻叹一口气。陈丽走上前，笑嘻嘻地打趣：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林岩将昨天的事情叙述了一遍，两人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可到了夜里，团长就来寻林岩了，脸色十分严峻。林岩，你怎么能让一名战士跟你鞠躬呢？你这件事必须写检讨，还要向陆同志郑重道歉。林岩一脸茫然：是他自己。团长直接打断他的话：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件事影响恶劣，连长亲自来找我了，必须有个交代。林岩紧咬着嘴唇，他心里明白，沾上陆川不会有什么好事。陈丽笑嘻嘻地挽着团长的胳膊，帮林岩辩解：团长，你别这么严肃，这件事真不怪林岩，是陆川大清早来了，又是送饭又是鞠躬的，给我都吓一跳。团长的怒气稍微缓和了些，可依旧没改口，要求林岩必须道歉。林岩拿着检讨书，跟着团长前往部队里，路边是持续训练的战士。团长敲门，领着他走了进去，抬眼便瞧见了陆川。团长给林岩使了个眼神，林岩走到陆川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对不起，陆同志。陆川急忙摆手，想要将他扶起，林岩往后退了几步，躲开了他的手，直起身开始读检讨书。读完后，他拿出粮票和饭盒递给陆川：陆同志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所以没及时归还你的饭盒，是我不对，里面的饭我给其他人分着吃了，这是我还你的粮票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冲我鞠躬道歉，但是我现在还你2次，表示我的歉意，真的对不起。陆川急得抓耳挠腮，团长轻咳一声，林岩便站到了他身后。团长对着连长诚恳道：林岩就是性子直，他这心里只有舞蹈，如果有什么误会，现在说清楚也比较好。连长的脸皮一僵，他的本意是让团长顺水推舟，把两人凑成一对，只要成了一家人，什么误会也就都不算误会了。陆川一脸认真地看着林岩，语气难掩失落：林同志也这么想吗？林岩重重点头：我只想跳舞。陆川的眼睛刹那间暗淡下来，走出办公大楼。团长望着林岩的脸，长叹了一口气：林岩，既然你对陆川没想法，那就尽快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嫁了吧。提起嫁人，林岩就满心害怕。团长，我真的不想嫁人。团长又叹了口气：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，不要低估上位者的固执，拉郎配的事情多少都是硬凑在一起的，我看他们是看中你了。林岩只感觉浑身的汗毛都快要竖起来了，失魂落魄地返回了宿舍。陈丽早已在宿舍等着他了，见他回来，马上问道：怎么样啊？林岩扑进陈丽的怀里，哭了起来。我为什么这么命苦？他心里清楚，如果连长一意孤行，别说他就算是团长，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文艺兵到了年龄，不是嫁人就是退伍，他总得选一样。而在所有人看来，退伍都是下策。林岩想了一整晚，就算不能再跳舞了，他也不能重走上辈子的老路，所以他递交了退伍申请书。团长捏着申请书，一脸难以置信：嫁人就这么难？
我又没逼你立刻就嫁。林言声音哽咽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了，我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也不想嫁人。团长看着他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那你有什么要求？林言抬眼看着团长，前世他匆忙离开了舞台，这一回他想好好作别。团长没做丝毫迟疑，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本来晚上就有内部演出，正好让他登台表演。林言开心地往回走去，迎面就碰见一群穿军装的人，正热热闹闹地祝贺着什么。人群中的苏小燕身着一身红色的衣裳，2条麻花辫上系着红绳，身旁一个憨笑的男子正是她的丈夫。此刻她已然是排长了，肩膀上的肩章和普通士兵都不同，怪不得苏小燕那天满脸轻蔑地喊陆川大头兵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此刻的苏小燕笑得一脸甜蜜，手里攥着冰糖四处送人。走到林岩面前时，只是冷哼了一声。他身旁的排长一脸难为情地朝林岩点了点头，苏小燕则满脸敌意地瞪着林岩，又对着排长撒娇，我今天走了一天脚都酸了，你扶我一把。排长的耳根都红透了，赶忙扶着他离开了。离开前，林岩蓦地明白了，也许上辈子苏小燕并非爱陆川，只是摸透了陆川的喜好，借助他的手获取了无数的益处，优渥的生活，旁人羡慕的家庭。而他的几个孩子过得平常又普通，反倒是苏小燕的2个儿子后来都成了军区的负责人。想通这些，林岩也不清楚究竟是陆川更可怜一点，还是他更滑稽一点。他不再去想，晚上仔仔细细地跳了最后一支舞。这一支舞，他倾尽了前世今生的感悟，跳出了自己凄凉荒诞的一生，跳出了自己的可笑与哀伤。当他如垂死的天鹅一般倒在地上的那一刻，他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死了。林岩拭去眼角的泪，站起身，台下站着许多人，连长、营长、各个排长，还有无数的士兵。他们看他的眼神满是热忱，说话也相当坦率。林同志，你往地上一躺，心里特别不得劲。陈丽的手都拍红了，团长走上前去，激动地把他紧紧抱住，双眼泛起红意。陆川也在台下，就连他的眼角也变得湿润。在林岩倒下那一刻，他只觉得心里有无法言说的难过，烦躁地想掐死所有伤害林岩的人。这么美好的人，他想捧在手心里疼爱，不让他流一滴泪。陆川坚定了心中所想，抬脚就要上前，方逸晨却比他抢先一步，扯下自己的肩章递给林岩。往日玩世不恭的神情全都收敛，方逸晨格外郑重，林同志，我很喜欢你，只要不出任务，我的时间都是你的。陆川的眼眸暗淡下去，死死地盯着林岩。林岩被方逸晨这猝不及防的举动搅得心乱，冲口而出，我不想生孩子，孩子这东西不如没有。这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皱起了眉，有人低声议论，不生孩子算什么女人，娶回去干什么？团长也不赞同地扯了扯他的衣服。方逸晨只是微愣，随即道，这个问题我要回去认真想一想，林同志你能等我一天吗？林岩没料到他会这样答复，点了下头，反正办理退伍手续也得几天时间。众人慢慢散开，陆川想接近林岩，却被团长有意无意地隔开了。团长心里也窝着火，林岩这么优秀的苗子，就因为这点事儿要离开部队，他满肚子气，偏偏连长的关系强硬，他也没辙。陈丽冲着陆川更是满脸的不耐烦，你就是陆川对不对？现在满意了，林岩碰见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不想跟你接触就得退伍回家呗。我们是文艺兵士，没有你们那么伟大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但是我们也是人。你知道林岩有多苦吗？他是被爹妈卖了，差点被打死，后来当了文艺兵才过了几天好日子。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他？陈丽说着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声音颤抖。林岩站在一旁，仿佛一个局外人。那段凄惨的过去，他早已忘却。如今回想上辈子会嫁给陆川，只因太过期盼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他宛如一片浮萍，无人为他驻足，亦无人关心他。他以为成了家就有人守护他了，奈何终究一场空。林岩回到寝室后，把自己用不到的物品都分给了姐妹们。就在此刻，房门蓦地被推开，陆川气喘吁吁地看着林岩，一把揪住他的手臂就要往外拽。林岩甩了几下，好不容易才挣脱他的手，怒喝道，陆同志，你想干什么？陆川目光认真地看着他，我娶你，你别走。林岩警惕地看着他，陆川无奈一笑，我不是坏人，林岩，你别这么对我，好像我是你的仇人一样。林岩，我喜欢你，真的，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你，后面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但是我保证没有逼你走的意思，或许是我的方法用错了，我以为你跟我一样会听从组织安排。林岩打断了他的话，你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分？但还是老实回答，连长有意升我为排长，下个月补贴一起一共115块，有几个兵家庭特别困难，每家给20块，我还剩15块都给你。林岩木着脸看着他，可是我要用最好的擦脸油，穿最时兴的衣裳，每个月都要做一身，我还得吃肉，你这15块钱怕是不够。陆川严肃的脸变得更加严肃，擦脸油可以用隔离油2分钱一个，衣裳只要不烂，完全可以再穿，至于肉1个月吃一次还是可以的。林岩忽然笑出了声，陆川被他笑得摸不着头脑，好一会儿，林岩才再次看向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我不嫁给你，我想要的自己都可以有，我的退伍遣散费也够我自己潇洒的活个1-2年，但是嫁给你这些都没有，我还得给你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还得伺候你给你生孩子。陆川，你说我嫁给你图什么？陆川一时语塞，半晌才道，就过日子呗，嫁汉，穿衣吃饭。陆川，嫁给你不会饿死，但是也活得不痛快，我又不是脑子有问题，为什么要嫁？说完林岩转身就离开了，留下陆川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从来没人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说过话，每次他把钱给有难处的士兵，那些人都对他满怀感激，说谁嫁给他谁有福气。可到了林岩这儿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陆川站在原地，
呆呆地望着林岩远去的背影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从来没人这么跟他说过话，从小到大他听到的全是赞扬，邻居夸他乖巧，老师夸他刚正，部队里的领导夸他作风严谨，关怀战友。每次他把补助分给家境不好的士兵，那些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说谁嫁给他谁有福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好男人，认为只要嫁给了他就是莫大的福气。可林岩看他的目光就像在看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物。陆川低声自语：怎么可能？他眉头拧成了川字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？这话一出口，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对，可他又讲不清究竟哪里不对。他每月有115块的补贴，给困难士兵每家20块，自己留15块，这难道不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那些士兵家里确实艰难，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挨饿吧？林岩要最好的擦脸油，要时髦的衣裳，要每月都做新衣服，还要吃肉，这些要求在他眼中简直是奢侈浪费。陆川低声说道：这样的女人娶回来也是败家。他像是要说服自己，可脑海里却怎么也回不去林岩跳舞时的样子。陆川攥紧了拳头，转身往回走。连长还在办公室里等他。一进门，连长就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怎么样，跟那个林岩聊得如何？陆川抿了抿唇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连长见状哈哈一笑：行了行了，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不太顺利，不过没关系，小姑娘吗？刚开始总是要端着的，你在部队里待久了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我教你。陆川打断了他，神色认真：连长，他说他不想嫁人，只想跳舞。连长愣了一下，随即摆了摆手：不想嫁人那都是借口，女人哪有不嫁人的？她就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。我看林岩这姑娘不错，能吃苦又漂亮，配你绰绰有余。陆川沉默了，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：这样吧，他们文兵团还在这待几天，你多去找找他，接触多了自然就有感情了。实在不行，我让他们团长再做工作。陆川想说不用了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想起了林岩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有愤怒有害怕，还有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，那不是厌恶，更像是仇恨。可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啊。这个疑惑像一根刺扎在陆川心里，让他辗转难眠。第二天天不亮他就醒了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最后还是起了床，鬼使神差的又往文兵团的宿舍楼走去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，只是觉得如果不来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可这一次他没敢靠近，只是远远地站着。起床号吹响后，宿舍楼里开始有人进进出出。陆川一眼就看到了林岩，他端着洗脸盆跟陈丽并肩往洗漱池走去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，头发扎成马尾，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。陆川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他想上前，可又想起昨天林岩说的那些话，脚步怎么也迈不出去。他就那么站着，像个傻子一样看着林岩的背影消失在洗漱池的方向。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陆川。陆川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是连长。连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又来找林岩。陆川张了张嘴想辩解，可连长已经笑着走了，边走边说：行了行了，年轻人嘛，我懂，不过你也别太着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陆川的脸疼得红了，他不知道的是连长转身就去找了文兵团的团长。团长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，见连长来了连忙起身：连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连长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开门见山：老刘啊，我跟你说个事，我手下有个兵叫陆川，你应该见过，就是昨天跟林岩鞠躬道歉那个。团长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几分猜测。连长继续说：这小伙子人不错，作风正派，军事素质过硬，我打算提他当排长，就是个人问题一直没解决，我看他跟你们文兵团的林岩挺合适的，你觉得呢？团长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当然知道林岩的事，昨天林岩提交退伍申请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不对劲，林岩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，跳舞跳得好，人也本分，就这么走了，他实在舍不得。可连长这话摆明了是想撮合陆川和林岩，如果林岩愿意也就罢了，可昨天林岩那态度分明是对陆川避之不及。团长斟酌着措辞：连长，林岩这姑娘性子是有点倔，她昨天跟我说只想跳舞不想嫁人，我要是硬逼她，恐怕……连长摆了摆手：什么硬逼不硬逼的，年轻人谈恋爱讲究的就是个缘分，我看陆川那小子是真喜欢林岩，你就让林岩多接触接触，说不定就改变主意了呢。团长还想说什么，连长已经站了起来：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你们文兵团不是还有几天才走吗？这几天让林岩多跟陆川见面，培养感情。说完连长就走了，他知道连长这人说一不二，要是直接拒绝恐怕会闹得更僵，可要是顺着连长的意思，林岩那边又不好交代。团长叹了口气，起身往林岩的宿舍走去。林岩正在收拾东西，宿舍里到处都是依依不舍的气氛。团长敲门进来的时候，林岩正把一个搪瓷缸子递给陈丽：林岩，你出来一下。林岩跟着团长走到走廊尽头，团长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林岩，你的退伍申请我还没批。林岩愣住了：团长，你不是说……团长打断了他：我知道，但是刚才连长来找我了，他想撮合你跟陆川。林岩的脸瞬间白了，团长看在眼里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林岩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抵触陆川？他这个人虽然有点死板，但人品确实不差。林岩咬着唇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总不能告诉团长他是重生的，上辈子被陆川害得凄惨无比吧。林岩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：团长，我真的不想嫁人，我就想跳舞。团长看着他，半晌叹了口气：行吧，我尽量帮你拖着，但是林岩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连长那个人你也知道，他要是铁了心要撮合你们，我怕是拦不住。林岩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他不知道连长会怎么做，但他知道上辈子就是连长一手撮合了他和陆川，这辈子历史好像又要重演了，可他不能再嫁给陆川，绝对不能。林岩回到宿舍的时候，陈丽正在帮他叠衣服，见他脸色不好，陈丽连忙问：怎么了？团长说什么了？林岩摇了摇头，不想多说。陈丽也不追问，只是把叠好的衣服塞进林岩的包里，轻声说：林
林岩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林岩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，可他没听，结果落得那样的下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团长又来找他了，这次脸色比昨天还要严肃。林岩，连长那边又发话了，他说让你今天再去部队那边一趟，跟陆川道个歉。林岩愣住了。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？团长苦笑，连长说昨天的检讨不够深刻，让你重新写一份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再念一遍，还说让你跟陆川好好接触，别总躲着他。林岩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已经提交了退伍申请，马上就要离开部队了，为什么还要受这种委屈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不想嫁给一个不想嫁的人？林岩咬着牙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我不去。团长叹了口气，林岩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连长说了，你要是不去，他就把这件事上报，说你作风有问题，影响战士训练，到时候别说退伍，恐怕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。林岩的脸彻底白了，他不是怕连长上报，他怕的是如果这件事闹大了，他的退伍申请就会被卡住。上辈子他就是因为各种原因，在部队里多待了好几年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才嫁给了陆川。这辈子他不能再重蹈覆辙。林岩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好，我去。陈丽在旁边急得直跺脚。林岩，你疯了吗？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凭什么要你去道歉？林岩摇了摇头，没有解释。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情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。连长的权力摆在那里，他要是不低头，吃亏的只会是自己。林岩跟着团长再次走进了部队的驻地，这一次阵仗比上次大多了。连长不仅叫来了陆川，还叫来了好几个排长，甚至还有几个士兵。林岩站在人群中间，手里捏着那份重新写好的检讨书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他已经不在乎了，不就是道歉吗？上辈子他连尊严都丢了，还在乎这点面子？团长站在他身边，脸色铁青。他本来想帮林岩说几句话，可连长根本不给他机会，一上来就让林岩念检讨书。林岩展开那张纸，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。我林岩，文兵团文艺兵，因个人言行不当，对战士陆川同志造成了不良影响，在此我郑重向陆川同志道歉，对不起。他念得很慢，声音很平，像是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文件。念完之后，他按照连长的要求走到陆川跟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陆川同志，对不起。陆川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可林岩已经直起了腰，往后退了2步，跟他拉开了距离。林岩转过身，看着连长，声音平静，连长，我的歉也到了，检讨也念了，请问我可以走了吗？连长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他本来想让林岩借着这个机会跟陆川多说几句话，可林岩这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让他觉得自己的算盘落了空。连长清了清嗓子，林岩同志，你别急着走吗？陆川这个同志作风正派，军事过硬，是个好苗子，你们年轻人多接触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林岩看着他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容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没有喜悦，只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。连长，我已经提交了退伍申请，马上就要离开部队了，我跟陆川同志没什么好接触的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知道文兵团有个林岩，跳舞跳得好，人也漂亮，可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要退伍了。连长的脸色更难看了，退伍？谁批准你退伍的？我的申请已经交上去了，就等审批。连长转头看向团长，老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团长叹了口气，林岩自己提交的申请，我也拦不住。连长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，他看了一眼陆川，又看了一眼林岩，沉声说，林岩同志，你是个好苗子，就这么退伍了太可惜了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林岩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说完他转身就走。这一次没有人拦他，陆川站在人群里，看着林岩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林岩看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绝望，那绝望让他害怕。操场上的人渐渐散了，连长把陆川叫到一边，低声说，陆川，你别着急，林岩那边我再想想办法。陆川摇了摇头，连长，算了吧，他既然不想嫁人，我也不能强求。连长瞪了他一眼，什么叫强求？你条件这么好，他凭什么看不上你？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陆川还想说什么，连长已经走了。他站在原地想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转身往训练场走去。可接下来的几天，陆川的状态明显不对，训练的时候频频失误，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好。连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最后实在忍不住，又去找了团长。老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林岩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对陆川有意见？团长苦笑，连长，不是林岩对陆川有意见，是人家姑娘压根就不想嫁人，你总不能强按牛头喝水吧？连长不以为然，什么强按牛头喝水？女人哪有不嫁人的？她就是不识好歹。团长听到这话，心里也不舒服了。林岩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，他比谁都清楚这姑娘的为人。她不是不识好歹，她是太清醒了。团长斟酌着措辞，连长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再找林岩谈谈。如果她实在不愿意，咱们也别勉强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说是不是？连长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了点头。行吧。你再试试，要是他实在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团长松了口气，连忙去找林岩。林岩正在宿舍里收拾最后的行李。团长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收拾好的行李，心里一酸。林岩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林岩点了点头，想好了。团长叹了口气，在他对面坐下。林岩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你也知道，部队里就是这样，有些事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。你要是实在不想嫁人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但是你得想清楚，退伍之后你怎么办？林岩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，团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嫁人，至少不想嫁给陆川。团长看着他，突然问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？林岩愣了一下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方逸尘的脸，那个吊儿郎当的男人，上辈子替他出气打了陆川，结果被逼退伍，
这辈子他又欠了他一次。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嫁人。团长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身，拿起他的退伍申请表，看了又看。林岩，你是个好兵，跳舞跳得好，人也本分。我本来想把你留在部队里，可你既然决定了，我也不拦你。他拿起笔，在申请表上签了字，盖了章。林岩看着那个红色的印章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有解脱也有不舍。团长，谢谢你。团长摆了摆手，谢什么谢？我是你团长，应该的。你去后勤部登记一下吧。把手续办完就可以走了。林岩点了点头，拿起行李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团长还站在那里，看着他，眼里满是不舍。团长，这些年谢谢你照顾我。团长别过脸去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红了的眼眶。走吧，走吧。别煽情了。林岩笑了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林岩往后勤部走去，一路上遇到了不少人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他知道自己退伍的事已经在部队里传开了，有人说他傻，有人说他犟，还有人说他不知好歹。他不在乎，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离陆川远远的，离那些前世的阴影远远的。后勤部在驻地的另一头，要穿过整个操场。林岩抱着行李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目的地。可走到操场中央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林岩，林岩，等等我。林岩愣了一下，转头一看，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。方逸晨正一瘸一拐地朝他跑来，一只手捂着屁股，脸上的表情又急又痛。方逸晨，你怎么？方逸晨跑到他跟前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一个趔趄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好在他反应快，双手撑了一下，才没摔个狗吃屎。可那姿势，怎么看怎么像是在给林岩下跪。林岩吓了一跳，连忙伸手去扶他。你没事吧？方逸晨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又囧又急。林岩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林岩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跑成这样？方逸晨挣扎着站起来，也顾不上拍膝盖上的土，一把抓住林岩的手，死死地攥着。林岩，你那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林岩愣了一下，什么话？你说你不想生孩子，我问你能不能等我一天，你说能。我现在来了，你告诉我那句话还算不算数？林岩彻底愣住了。他没想到方逸晨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更没想到他会问这个。那天他说的那句话其实只是为了搪塞，他以为方逸晨听了之后就会知难而退，毕竟这个年代哪个男人能接受不要孩子。可方逸晨不但没有退缩，还跑来了，还受了伤，还一瘸一拐的。你受伤了？方逸晨摆了摆手，没事，皮外伤。你别转移话题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算不算数？林岩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，我只是说我不想生孩子，没说我要结婚。方逸晨急了，可你也没说不结啊，你让我回去想。我想了，我父母也想了，他们都同意了。林岩，我是认真的。林岩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方逸晨这个人，上辈子他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他吊儿郎当的，像个纨绔子弟。可就是这个人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替他出了头，打了陆川，结果被逼退伍。这辈子他不想再连累他了。林岩深吸一口气，方逸晨，你别冲动，你父母怎么会同意不要孙子？你别骗我了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凑近了一点，我差点被打死，他们能不同意吗？林岩瞪大了眼睛，你说什么？方逸晨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回去跟我爸妈说，我看上了一个姑娘，但是人家姑娘不想生孩子，我妈当时就炸了，追着我打了3条街。我爸也气得够呛，说我要是敢娶个不生孩子的人回来，就不认我这个儿子。林岩听得目瞪口呆。方逸晨继续说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，你要是不让我娶她，我就打一辈子光棍。我妈说，你打光棍也比绝后强。我说，妈，你不让我娶她，我现在就绝后给你看。然后你就什么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我就去训练的时候故意摔了一跤，摔伤了屁股。我妈一看我受伤了，心疼的不行，就说算了算了，你爱娶谁娶谁吧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了。我爸也跟着松了口。林岩看着他，眼眶突然就红了，这个人为了他居然做到了这个地步。方逸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明明才认识。方逸晨收起了嬉皮笑脸的表情，认真的看着他。林岩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跳舞就喜欢上你了，不是因为你长得好让人心疼。林岩愣住了。方逸晨继续说，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能看出来你很苦，你表面上什么都不要，其实你是什么都不敢要，你怕受伤，怕失望，怕再一次被辜负。林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方逸晨伸出手，笨拙地帮他擦眼泪，你别哭啊，我最怕女人哭了，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林岩破涕为笑，谁哭了？我没哭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递给他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林岩接过来一看，愣住了，那是一张结婚申请表，上面已经填好了方逸晨的名字，日期是6个月前。你半年前就填好了？方逸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其实我早就想结婚了，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，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了，所以我把这张表一直带在身上，就等着哪天你点头。林岩拿着那张表，手都在发抖，有感动，有震惊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，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浮木。方逸晨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不要孩子，你也不后悔？方逸晨看着他，眼神坚定，不后悔，孩子这东西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娶的是你，又不是孩子。林岩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团长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一把抢过林岩手里的退伍申请表，看了一眼，然后刺啦一声直接撕了。林岩惊呆了，团长，你干什么？团长瞪了他一眼，干什么？当然是留你下来，这么好的兵，说走就走，我舍不得。林岩急了，可是我已经……团长摆了摆手，
打断了他的话。方逸晨，你小子是认真的？方逸晨立刻站得笔直，报告团长，我是认真的。团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林岩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行吧。既然你们两个都有这个意思，那我就不当这个恶人了。林岩，你把结婚申请表填了，我帮你盖章。林岩愣住了，团长，团长瞪了他一眼，你什么你不是不想嫁给陆川吗？那嫁给方逸晨总行了吧？这小伙子虽然吊儿郎当的，但是人品不差，至少比那个陆川强。方逸晨在旁边连连点头。对，团长说的对，上辈子他被迫嫁给了陆川，落得那样的下场，这辈子他终于有了选择的机会。好，我填。方逸晨高兴得差点跳起来，结果扯到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团长看他那副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行了，别蹦了，走，我带你俩去办手续。团长带着林岩和方逸晨往办公室走去，一路上不停地叮嘱方逸晨，我可告诉你，林岩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，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方逸晨连连点头，团长放心，我要是欺负林岩，你拿枪崩了我都行。团长哼了一声，少贫嘴。还有，你们结婚之后，林岩的演出不能停，他是个好苗子，不能因为结了婚就荒废了。方逸晨拍着胸脯保证，团长放心，我支持林岩跳舞，他想跳多久就跳多久，我绝对不拦着。林岩走在后面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暖暖的。上辈子他嫁给陆川之后，就再也没跳过舞。陆川觉得跳舞是不务正业，让他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他虽然不甘心，可也没有办法。这辈子方逸晨却说支持他跳舞，光是这一点就比陆川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到了办公室，团长让他们坐下，自己去拿印章。方逸晨坐在椅子上，屁股刚挨着凳子，就嘶了一声，呲着牙站了起来。林岩连忙问：怎么了？伤得很重吗？方逸晨摆了摆手，没事，就是擦破了点皮。军医说养几天就好了。林岩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你为了我，值得吗？方逸晨转过头，认真地看着他，值得。为了你，什么都值得。林岩的脸红了。团长拿着印章回来，看到他们两个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行了，别在我这儿腻歪了。林岩，表填好了吗？林岩点了点头，把填好的结婚申请表递过去。团长接过来看了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行，我这就去帮你盖章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说完，团长就走了。气氛突然有些尴尬，林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。方逸晨也难得的安静了下来，坐在椅子上，偷偷的看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逸晨突然开口：林岩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结婚之后，你不想生孩子就不生，我绝不勉强你。你想跳舞就跳舞，我支持你。家里的事，我能做的就做，做不了的，我妈会来帮忙。他这个人，你别看他追着我打了3条街，其实人特别好，你见了就知道了。林岩抬起头看着他，你妈真的同意了吗？不要孙子，他不生气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刚开始是生气，后来我跟他说了你的情况，他就心疼了。他说一个姑娘家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，不能因为结婚就毁了。他还说孩子的事不急，等你想生了再生，不想生就算了。林岩的眼泪又掉了下来，他想起了上辈子的婆婆，那个永远对他不满意的女人，嫌他花钱多，嫌他不会过日子，嫌他生不出儿子。他生老大的时候，婆婆连看都没来看一眼，说生孩子有什么好看的，哪个女人不会生？这世上原来真的有人会心疼她。方逸晨，谢谢你。方逸晨摆了摆手，谢什么谢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等会儿办完手续，我带你回家见见我爸妈，他们早就想见你了。林岩点了点头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没过多久，团长回来了，手里拿着盖好章的结婚申请表。行了，手续办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两个就是合法夫妻了。方逸晨高兴地跳了起来，结果又扯到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林岩连忙扶住他，你小心点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顺势握住了他的手。没事，我高兴。团长看着他们，笑着摇了摇头。行了，别在我这儿腻歪了，走吧，该干嘛去。方逸晨拉着林岩往外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团长，谢谢你。团长摆了摆手，谢什么谢，好好对林岩就行。方逸晨郑重地点了点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两人走出办公室，林岩扶着方逸晨慢慢往外走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林岩抬起头，看着湛蓝的天空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上辈子她嫁给陆川是被迫的，是无奈的，是走投无路的。这辈子她嫁给方逸晨是自愿的，是选择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同样是嫁人，感觉却天差地别。方逸晨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方逸晨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认真地看着他。林岩，我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方逸晨这辈子做的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你。林岩看着他，眼眶又红了。方逸晨连忙说，你别哭啊，再哭我就亲你了啊。林岩被他逗笑了，你敢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现在是我老婆了。说完，他真的凑过来，在林岩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。林岩的脸瞬间红了，推开他，你干什么？有人看着呢。方逸晨哈哈大笑，看就看呗，我亲自己老婆又不犯法。林岩又羞又气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方逸晨拉着他的手，笑嘻嘻地说，走吧，带你回家。两人刚走出大院，就看到陆川站在门口。陆川看到他们牵着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林岩，你们……方逸晨把林岩往身后一拉，挡在他前面。陆川，你有什么事？陆川没理他，只是看着林岩。林岩，你跟他在一起了？林岩从方逸晨身后走出来，平静地看着陆川。是的，我们结婚了。陆川的脸白了一瞬，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方逸晨冷笑一声，
怎么，我结婚还要通知你？陆川没有理会方逸晨的嘲讽，只是盯着林岩，眼里满是不解和痛苦。林岩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林岩看着他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。上辈子他等了陆川一辈子，等不到一个回眸，这辈子陆川却站在他面前，问他为什么不选他，多么讽刺！陆川，你不是不如他，你是不适合我。陆川急了，我怎么不适合你了？你说出来，我可以改。林岩摇了摇头，你改不了的。你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最清楚。陆川愣住了。林岩继续说，你觉得自己很正直，很善良，对谁都好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对别人好的时候，伤害的是谁？陆川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林岩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陆川，你是个好人，但不是个好丈夫。你心里装着所有人，唯独没有你的妻子。你的善良，你的正直，你的大方，都是给别人看的。可你的妻子呢？她为你洗衣做饭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操持家务。可她得到了什么？陆川的脸彻底白了。林岩深吸一口气，不再看他。方逸晨，我们走吧。方逸晨点了点头，牵着他的手往车的方向走去。陆川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突然冲上前，一把抓住了林岩的另一只手。林岩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结婚之后，我把所有的补贴都给你，我1分钱都不给别人，我只要你给我生一个孩子，就一个，我保证会对你好，我保证。方逸晨猛地转过身，一把推开陆川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陆川被推得后退了几步，脸色铁青。方逸晨，你……方逸晨挡在林岩面前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陆川，我警告你，林岩现在是我老婆，你再敢碰她一下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陆川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看向林岩，林岩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他吊郎当，不务正业。林岩打断了他，他比你强。陆川愣住了。林岩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，至少他愿意为了我不要孩子。你呢？你连把补贴留给我都不愿意，你凭什么让我嫁给你？陆川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林岩不再看他，牵着方逸晨的手转身走了。陆川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，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他只是想对所有人好，这有错吗？方逸晨带着林岩坐上了车，一路上都在偷偷看他。林岩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你看什么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看我老婆啊。怎么了？不让看。方逸晨凑过来，手续都办完了，你就是我老婆，酒席什么的，回头补上就行。林岩被他逗得又羞又笑，心里的紧张也消散了不少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林岩下了车，看着眼前的大院，心里有些紧张。上辈子他第一次去陆川家，被陆母各种刁难，让他做饭，不让他上桌，吃完饭还得收拾碗筷，他像个佣人一样忙前忙后，最后连口热饭都没吃上。这辈子方逸晨的妈妈会是什么样的人？方逸晨看出了他的紧张，握住他的手，别怕，我妈人很好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骂他。林岩忍不住笑了，哪有你这样的儿子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我这是向着老婆。两人刚走进大院，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妇女就迎了出来。少爷回来了，这位就是少奶奶吧？哎呀，长得真俊。方逸晨介绍道，这是金姨，在我们家干了10几年了。金姨热情地拉着林岩的手，少奶奶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太太等了好久了，一大早就让我准备饭菜。林岩被他拉着往里走，有些不好意思。金姨，您别叫我少奶奶，叫我林岩就行。金姨笑眯眯地说，好好好，林岩姑娘，快进来。走进客厅，一个穿着素雅的中年女人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听到动静，她抬起头，看到林岩，立刻站了起来。你就是林岩吧？她走过来，上下打量着林岩，眼里满是满意，长得真好看，比方逸晨说的还好看。林岩有些紧张，连忙鞠了一躬，阿姨好。方母一把拉住她的手，叫什么阿姨？叫妈。林岩愣住了。方母笑眯眯地说，你跟方逸晨都领证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叫妈，别客气。林岩张了张嘴，那声妈却怎么也叫不出口。可那个女人从来没把她当过自家人。方母看出了她的紧张，也不勉强，没事没事，叫不惯就先叫阿姨，等你习惯了再改口。林岩感激地点了点头。方母拉着他坐下，让金姨端来水果和茶。方逸晨坐在旁边，翘着2郎腿，笑嘻嘻地看着他们。方母瞪了他一眼，你坐好，像什么样子？方逸晨连忙坐直了，可脸上的笑还是收不住。方母不再理他，转过头跟林岩聊天。林岩，你跳舞跳得好。方逸晨都跟我说了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跳舞，可惜没那个条件。现在好了，儿媳妇是跳舞的，我也有面子了。林岩被他夸得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跳得一般。方母摆了摆手，谦虚什么？方逸晨说你是文兵团的台柱子，能差得了吗？对了，你以后还跳不跳？林岩连忙说跳的，团长说了，让我继续留在文兵团。方母高兴地拍手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女人啊，不能因为结了婚就放弃自己的事业，你该跳跳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方逸晨要是敢拦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方逸晨在旁边委屈地说，妈，我什么时候说要拦他了？我支持还来不及呢。方母哼了一声，你知道就好。林岩看着他们母子拌嘴，心里暖暖的，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。上辈子陆川家里永远是冷冰冰的，陆母不苟言笑，云府沉默寡言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连句话都没有。可方逸晨家不一样，方母爽朗热情，方逸晨嘻嘻哈哈，连金姨都笑眯眯的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家。聊了一会儿，方母突然想起什么，
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，递给林岩。林岩，这是给你的。林岩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沓钱，整整580块。他吓了一跳，阿姨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方母硬塞给他，拿着，这是聘礼，我们家的一点心意。你无父无母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这些钱你留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林岩拿着那沓钱，手都在发抖。上辈子她嫁给陆川，陆家只给了50块的聘礼，还被陆母念叨了好久，说娶个跳舞的回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干活。可方家给了580块，是她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阿姨，谢谢你。方母拍了拍她的手，谢什么谢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明天我带你出去逛逛，买几件新衣服，姑娘家家的，得穿的体面些。林岩点了点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方逸晨在旁边看着，心里也酸酸的。他知道林岩吃了很多苦，所以更想对他好。妈，我带林岩去房间里看看。方母摆了摆手，去吧去吧，金姨准备开饭。方逸晨带着林岩上了楼，推开一扇门，这是你的房间，那间是我的。结婚之前，你先住这间。林岩走进去，看到房间里布置得很温馨，床单被褥都是新的，梳妆台上摆着崭新的镜子，窗帘是淡蓝色的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整个房间都暖洋洋的。喜欢吗？方逸晨站在门口，有些紧张地问。林岩转过身，看着他。方逸晨，谢谢你。方逸晨挠了挠头，谢什么谢？这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你看看缺什么，我明天去给你买。林岩摇了摇头，不缺了，已经很好了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那行，你先收拾收拾，等会儿下楼吃饭。说完，他转身要走，林岩突然叫住了他。方逸晨。方逸晨回过头，怎么了？林岩犹豫了一下，轻声说，你妈妈真的很好。方逸晨笑了，那是当然，以后她就是你妈了，你也会很好的。林岩看着他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晚饭是在方家吃的，金姨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时蔬、炖鸡汤，摆了满满一桌。方福也回来了，是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中年男人，可一看到林岩，脸上的表情就柔和了下来。你就是林岩？他上下打量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比照片上好看。林岩有些惊讶，照片？方逸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是我偷拍的。方母瞪了他一眼，偷拍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规矩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也不辩解。方府坐下后，招呼林岩也坐，别站着，坐下吃饭。林岩依言坐下，心里却有些忐忑。上辈子在陆家，他是不被允许上桌吃饭的。陆母说新媳妇不能上桌，让他在厨房里吃。他端着碗蹲在灶台旁边，听着外面觥筹交错的声音，眼泪往肚子里咽。可这次方府不但让他上桌，还主动给他加了菜，多吃点，太瘦了。方母也给他加菜，对，多吃点，跳舞的人消耗大，得补补。林岩看着碗里堆得冒尖的菜，眼眶又红了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他低着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方母拍了拍他的手，别客气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想吃什么就跟金姨说，让她给你做。林岩点了点头，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肉炖得很烂，入口即化，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。不是因为肉好，是因为有人在乎他。吃完饭，方母不让林岩收拾，让金姨去洗碗。他拉着林岩坐在沙发上，给他切水果泡花茶。林岩啊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林岩想了想，团长说让我继续留在文兵团，我想好好跳舞。方母点了点头，跳舞好，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，你放心跳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方逸晨要是出任务了，你就回来住，有我在呢。林岩感激地看着他，阿姨，谢谢你。方母摆了摆手，谢什么谢？对了，明天你别出门，我带你出去逛逛。林岩点了点头。方母又跟他聊了一会儿，看时间不早了，就让方逸晨送他回房间休息。方逸晨送他到门口，有些不舍地说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林岩点了点头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方逸晨转身要走，又回过头来，林岩，你今天开心吗？林岩看着他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开心。方逸晨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那就好，以后每天都让你开心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，刘林岩一个人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上辈子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。陆川不会问他开不开心，不会在乎他的感受，不会为他做任何事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他永远排在最后一位。可方逸晨不一样，他会为了他跟家里抗争，会为了他受伤，会为了他去做一切他能做的事。这个男人值得他托付终身。林岩关上门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张脸。陆川站在大院门口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痛苦，问他为什么不选他？为什么不选他？因为他不配，不是因为他人不好，是因为他的好从来不属于他。林岩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。这辈子他要好好活着，为自己活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岩刚起床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林岩，起床了吗？是我。林岩连忙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打开门。方逸晨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和2个包子。给你送早饭来了，金姨做的，可好吃了。林岩接过碗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方逸晨嘿嘿一笑，我每天都起这么早，你快吃，吃完我妈带你出去逛街。林岩点了点头，坐在床边吃了起来。小米粥熬得很稠，包子皮薄馅大，确实好吃。方逸晨坐在旁边看着他吃，突然说，林岩，等会儿我妈带你出去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别替我省钱。林岩抬起头，不用了，阿姨昨天给了那么多钱，够了。方逸晨摆了摆手，那是聘礼，是你自己的钱，我这儿还有呢，你别客气。林岩还想说什么，方逸晨已经站了起来，行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去训练了，晚上回来陪你。说完他转身就走了。林岩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暖暖的。吃完早饭，林岩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下楼去找方母。方母已经准备好了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笑盈盈地等着他。走吧，
带你出去逛逛。两人出了大院，坐车往市中心去。方母一路上都在跟林岩聊天，问他跳舞的事，问他小时候的事，问他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穿什么。林岩一一回答，心里的紧张也渐渐消散了。到了商场，方母拉着他直奔服装区。他拿起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在林岩身上比了比，这个颜色适合你，去试试。林岩接过裙子，走进试衣间。方母又挑了几件，让林岩一一试过，最后全部买了下来。阿姨，太多了。方母摆了摆手，不多不多。对了，你以前都穿什么？林岩沉默了一下，轻声说，以前不怎么买衣服，这是实话。上辈子嫁给陆川之后，她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每个月那点钱要养活几个孩子，哪有闲钱买衣服？方母听了，心疼的不行，可怜的孩子，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别委屈自己。林岩点了点头，鼻子酸酸的。逛完商场，方母又带他去吃了午饭，两人找了一家小馆子，点了几个菜，边吃边聊。方母突然放下筷子，认真的看着他，林岩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林岩心里一紧，阿姨，您说。方母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，方逸晨跟我说了，你不想生孩子这件事，我跟你叔叔商量过了，我们尊重你的决定。林岩愣住了，方母继续说，孩子的事不能强求，你现在不想生，那就先不生，等以后你想生了再生，实在不想生，那就算了。我们家不是那种非要传宗接代的家庭，只要你跟方逸晨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林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，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。方母递过手帕，轻声说，别哭了，傻孩子，以后有什么委屈就跟我说，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的。林岩接过手帕，擦了擦眼泪，哽咽着说，阿姨，谢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方母笑了，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你嫁给我儿子就是我们家的人，我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？林岩看着方母慈祥的笑容，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，这就是母爱吗？他从小被爹妈卖了，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是母爱。后来嫁到陆家，陆母对他百般挑剔，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妈妈了，可现在方母给了他一个家。林岩突然开口，声音有些颤抖的喊了声妈。方母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眶也红了，哎，好孩子。林岩又叫了一声，方母握住他的手，用力地握了握，好孩子，以后我就是你妈，有什么事都跟我说。林岩点了点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吃完饭，方母带着林岩往回走，路上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林岩，你认识一个叫陈丽的姑娘吗？林岩点了点头，认识，她是我好朋友。方母笑了，那就好，明天我带你去看她，她妈妈跟我是老朋友了。林岩有些惊讶，陈丽的妈妈？方母点了点头，对，她姓张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昨天她跟我说，她女儿也在文兵团，跟你关系很好。林岩这才想起来，上辈子陈丽确实提过，她妈妈有个好朋友，嫁到了军区大院，原来那个人就是方母，这世界真小。回到家，方逸晨已经训练回来了，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看到他们回来，立刻站起来，回来了，买了什么？方母把袋子递给他，给你老婆买了几件衣服，你看看好不好看？方逸晨打开袋子看了一眼，嘿嘿一笑，好看，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。林岩红着脸推了他一把，别贫了。方母看着他们打闹，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去找金姨准备晚饭了。方逸晨拉着林岩坐下，低声问，今天开心吗？林岩点了点头，很开心。方逸晨笑了，那就好。对了，明天我陪你去看陈丽，我妈说她妈妈想见你。林岩有些惊讶，你也要去？方逸晨挠了挠头，我请了半天假，你第一次去别人家，我不放心。林岩看着他，心里又暖又酸，这个男人总是把他放在第一位。上辈子陆川从来没有陪他去过任何地方，每次他提出要一起去，他都说忙，说没时间，说你自己去不行吗？可方逸晨不一样，他宁愿请假也要陪他去。方逸晨，你真好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那当然，嫁给我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林岩被他逗笑了，推了他一把，脸皮真厚。方逸晨顺势握住他的手，认真的说，林岩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以后不管什么事你都不用一个人扛，有我在呢。林岩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林岩跟着方逸晨去了陈丽家。陈丽家在另一个大院，离方家不算远。方母提前打了招呼，陈丽的妈妈张阿姨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来了来了，快进来。张阿姨热情地拉着林岩的手，你就是林岩吧？陈丽天天跟我说你跳舞跳得好，人也好。陈丽从屋里冲出来，一把抱住林岩，林岩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林岩被她抱得喘不过气来。陈丽，你轻点。陈丽松开他，上下打量了一眼，又看了看旁边的方逸晨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行啊，林岩，动作够快的，这才几天就结婚了。林岩红着脸推了他一把，别乱说。陈丽嘿嘿一笑，拉着他往里走，走，进去说。方逸晨跟在后面，跟张阿姨打了招呼，就坐在客厅里喝茶。陈丽把林岩拉进房间，关上门，神秘兮兮地问，快说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突然就嫁给方逸晨了？陆川呢？林岩叹了口气，把这几天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。陈丽听完，瞪大了眼睛，你是说方逸晨为了你连孩子都不要了？林岩点了点头。陈丽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林岩，你这次选对了。林岩看着他，你也觉得方逸晨好？陈丽认真的说，不是我觉得方逸晨好，是陆川真的不适合你。我早就说过，陆川那样的人最不适合过日子，他太想当个好人了，可他的好从来不会留给自家人。方逸晨不一样，他虽然吊儿郎当的，可他愿意为了你付出，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嫁。林岩点了点头，我知道。陈丽握住他的手，林岩，你以前吃了太多苦了，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林岩笑了，我会的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张阿姨在外面喊吃饭，陈丽拉着林岩出去，看到方逸晨正帮张阿姨摆碗筷，林岩愣了一下，上辈子
陆川从来没有帮任何人摆过碗筷，他觉得那是女人的事，男人不应该插手。张阿姨看到方逸晨帮忙，笑着说：“方逸晨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我们家陈丽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。”陈丽不服气：“妈，我也很懂事，好不好？”张阿姨哼了一声：“你懂事？你什么时候帮我摆过碗筷？”陈丽撇了撇嘴，不说话了。林岩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张阿姨不停地给林岩夹菜，边夹边说：“林岩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跳舞的人消耗大，得补补。”林岩看着碗里堆得冒尖的菜，心里暖暖的。吃完饭，张阿姨拉着林岩聊天，问他跳舞的事，问他跟方逸晨是怎么认识的。林岩一一回答，张阿姨听得津津有味。方逸晨坐在旁边，偶尔插几句话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临走的时候，张阿姨拉着林岩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林岩，你是个好姑娘。方逸晨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阿姨，别客气。”林岩点了点头，谢谢阿姨。回去的路上，方逸晨牵着林岩的手，慢悠悠地走着。怎么样，陈丽妈妈人不错吧？林岩点了点头，很好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那当然，我妈的朋友能差得了吗？林岩看着他，突然问方逸晨：“你以前也这样吗？”方逸晨愣了一下。什么样？就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。方逸晨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好，我只对我好的人好。”林岩笑了：“那我算是对你好的人吗？”方逸晨握紧他的手：“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”林岩的脸红了，别过头去，不让他看到自己眼里的泪光。回到家，方母已经准备好了晚饭，看到他们回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回来了，快来吃饭。”林岩走进餐厅，看到桌子上摆着他最爱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。妈，谢谢你。方母摆了摆手：“谢什么谢，快坐下吃饭。”林岩坐下，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像极了此刻的心情。婚后的日子比林岩想象的还要好。方逸晨说到做到，从不拦着他跳舞。每天早上他出门训练，他就去文兵团排练；晚上他回来，他就给他做饭。方逸晨每次吃他做的饭都赞不绝口：“好吃，真好吃，我老婆做的饭最好吃了。”林岩被他夸得不好意思：“哪有那么好吃？你别哄我。”方逸晨认真的说：“我没哄你，真的好吃，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。”这话传到方母耳朵里，方母追着他打了3条街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！我养了你20多年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”方逸晨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妈，我错了，你做的也好吃。”林岩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母子俩打闹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这样的日子是他上辈子做梦都不敢想的。上辈子他每天活得像个行尸走肉，做饭洗衣带孩子，忙得团团转，却没人说一句好话。陆川嫌他不会过日子，陆母嫌他花钱多，孩子们嫌他抠门，他拼尽全力却换不来一句认可。可现在方逸晨每天都会夸他，方母每天都会心疼他，连金姨都对他好得不得了。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被爱的感觉。婚后第3个月，林岩重新登台表演了。那天方逸晨特意请了假，带着方母和张阿姨一起去看。陈丽也在后台帮他化妆，边化边嘀咕：“林岩，你最近气色好好啊，是不是方逸晨对你特别好？”林岩红着脸推了他一把：“别乱说。”陈丽嘿嘿一笑：“我乱说？你看看你，脸上都发光了。以前你总是愁眉苦脸的，现在天天笑呵呵的，看来嫁给方逸晨是对的。”林岩没有说话，可嘴角却忍不住翘了起来。上台的时候，林岩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上了舞台。音乐响起，他翩翩起舞，把自己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了舞姿里。这一次他跳的不是悲哀，是希望。他跳的是重生之后遇到方逸晨，遇到方母，遇到所有对他好的人的感激和喜悦。台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，掌声雷动。方逸晨坐在台下，看着舞台上的林岩，眼睛都红了。他知道林岩吃了很多苦，所以更懂得他此刻的绽放有多么不易。方母也红了眼眶，拉着张阿姨的手说：“这孩子跳得真好。”张阿姨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真好。”表演结束后，方逸晨冲到后台，一把抱住了林岩：“你跳得太好了，我老婆太厉害了。”林岩被他抱得喘不过气来，可心里却甜丝丝的。陈丽在旁边起哄：“呦呦呦，秀恩爱呢。”林岩红着脸推开方逸晨：“别闹，有人看着呢。”方逸晨嘿嘿一笑，松开他，可手还牵着不放。那天晚上，方逸晨带林岩去吃了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林岩吃得满嘴油光。方逸晨看着他，突然说：“林岩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在舞台上特别好看。”林岩愣了一下：“你不是天天看吗？”方逸晨摇了摇头：“不一样，今天你在舞台上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我以前就知道你跳舞好看，可今天我才知道，你跳舞的时候是最美的。”林岩的眼眶红了。方逸晨握住他的手：“林岩，答应我，以后一直跳下去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放弃跳舞。”林岩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他会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一次有人会在台下等他。”婚后半年，林岩的生活彻底步入了正轨。他每天去文兵团排练，周末在家陪方母聊天，晚上给方逸晨做饭，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。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岁月静好。方逸晨对他一如既往的好，每天出门前会给他留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老婆今天也要开心哦”之类的话，有时候还会在纸条下面压一颗糖，说是给他补充能量。林岩把这些纸条都收了起来，放在一个铁盒子里。陈丽看到了，笑他少女心，他也不辩解，因为这些纸条是他这辈子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。上辈子陆川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任何东西，连结婚证上的字都是别人代写的。他说写那些肉麻的话干什么，丢人。可方逸晨不怕丢人，他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林岩。有一次林岩在排练的时候扭了脚，方逸晨接到消息，直接从训练场跑过来，背着他去了医务室。军医说没什么大碍，
休息几天就好。方逸晨不放心，非要让他多休息几天，还每天接送他上下班。陈丽看到方逸晨背着林妍走，酸得不行。林妍，你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，嫁了个这么好的老公？林妍笑了，大概是上辈子太苦了，老天爷看不过去，这辈子补偿我吧。陈丽不知道他说的上辈子是真的，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跟着笑了起来。只有林妍自己知道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上辈子他太苦了。苦到连死都觉得是解脱，这辈子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给了他一个方逸晨。婚后第8个月，林妍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陆川写的，只有短短几行字：林妍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理我，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调到外地去了，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，祝你幸福。林妍看着那封信，心里很平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甚至连一点点波澜都没有。上辈子陆川外调的时候，带走了苏小燕一家，连招呼都没跟他打一声，他是1个月之后才知道的，那时候他已经不会哭了。这辈子他倒是跟他说了，可那又怎样呢？他已经不在乎了。林妍把信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方逸晨从外面进来，看到垃圾桶里的纸团，好奇地问：什么呀？林妍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垃圾。方逸晨没有追问，只是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他。林妍，我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？下个月我可能要出任务，大概要走半个月。林妍的心紧了一下。危险吗？方逸晨笑了，不危险，就是时间长一点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林妍转过身看着他，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小心。方逸晨点了点头，我答应你。他低下头，在他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，等我回来。林妍点了点头，眼眶有些红。半个月后，方逸晨走了，林妍每天给他写信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寄到，可他就是想写。他在信里写自己今天排练了什么舞，写了金姨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写了方母又跟张阿姨去逛街了，絮絮叨叨的，像个小媳妇。方逸晨走后的第10天，林妍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晕倒了，陈丽吓坏了，连忙把她送到医务室。军医检查了半天，皱着眉头说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太累了，加上营养不良。陈丽急了，营养不良？他每天都吃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营养不良？军医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这个最好去大医院检查一下。陈丽觉得不对劲，当天就带着林妍去了市里的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陈丽傻了，林妍，你怀孕了。林妍也傻了，医生看着他们两个的表情有些不解，怎么了？不想要。林妍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陈丽替她问医生，她怀孕多久了？医生看了看报告，大概2个月了。2个月前，正是方逸晨走之前的那段时间。林妍想起方逸晨走的那天晚上，她抱着他说等我回来。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做任何措施，因为她以为自己不会怀孕。上辈子她生了那么多孩子，身体早就亏空了，她以为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怀上了，可老天爷偏偏给了她一个。陈丽看着她苍白的脸，小心翼翼地问林妍，你要吗？林妍沉默了很久，她想起了上辈子那些孩子，她拼了命把他们养大，可他们最后都跟着陆川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她想起了方逸晨，他说过不要孩子，可如果真的有了，他会怎么想？她想起了方母，她说尊重她的决定，可如果她真的要把孩子打掉，她会同意吗？陈丽，让我想想。陈丽点了点头，好，你慢慢想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林妍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个人坐了很久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上辈子孩子是她最大的负担，她为了他们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委屈，可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她。她是真的怕了，可她又想起这辈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她有方逸晨，有方母，有一个温暖的家，这个孩子会在爱里长大。林妍的手不自觉地抚上了小腹，这里面有一个小生命，是她和方逸晨的孩子。她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方逸晨回来的那天，林妍去接他，他瘦也黑了，可看到林妍的时候，笑得眼睛都弯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林妍扑进他怀里，紧紧地抱着他。方逸晨被他抱得有些意外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林妍点了点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想你了。方逸晨笑了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我也想你，每天都想。回到家，方母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吃了顿饭。吃完饭，方逸晨拉着林妍回房间，神秘兮兮的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，给你带的礼物，喜欢吗？方逸晨有些紧张的问。林妍点了点头，很喜欢。方逸晨松了口气，喜欢就好，我挑了好久呢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就买了你最喜欢的蓝色。林妍看着他，心里酸酸的。方逸晨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方逸晨愣了一下，什么事？林妍深吸一口气，轻声说，我怀孕了。方逸晨愣住了，林妍看着他的表情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。方逸晨愣了很久，最后慢慢蹲下来，把手放在林妍的小腹上，轻声问，真的吗？林妍点了点头，真的。方逸晨抬起头，眼眶红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林妍看着他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你要当爸爸了。方逸晨突然站起来，一把抱起林妍，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林妍被他转得头晕，连忙拍他的肩膀，放下我，放下我，小心孩子。方逸晨连忙放下他，紧张的手足无措。对，小心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不舒服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吃东西？林妍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我没事，你别紧张。方逸晨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脸上的笑怎么也收不住。他握住他的手，林妍，谢谢你。林妍愣了一下，谢我什么？方逸晨认真的说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。林妍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这个男人总是能轻易地戳中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上辈子他给了陆川一个家，可陆川从来没说过谢谢，他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女人该做的事。可方逸晨不一样，他懂得感恩，懂得珍惜，
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方逸晨，也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。方逸晨笑了，轻轻把他拥进怀里。门外方母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悄悄地抹了抹眼泪，转身去找金姨。金姨，明天多买点排骨给林妍补补。金姨笑了，知道了，太太。方母又想了想，对了，再买点红枣、桂圆炖汤喝，孕妇要补气血。金姨连连点头，好好好，都听您的。10个月后，林妍生了一个女儿。方逸晨抱着女儿看了又看，嘴里不停地说，像我，像我，长得真像我。方母在旁边翻了个白眼，像你什么？像你一样黑嘛？明明像林妍，白白净净的。方逸晨嘿嘿一笑，像谁都行，反正好看。林妍躺在床上，看着他们一家子围着女儿打转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上辈子她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却没有一个是在爱里出生的。陆川不在乎，陆母不关心，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的苦。可这辈子不一样，这个女儿是在全家人的期待中降生的。方逸晨提前好几个月就准备好了婴儿房。方母织了好几件小毛衣，连金姨都做了好几双小鞋子。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就被爱包围着。方逸晨抱着女儿走过来，坐在床边。林妍，谢谢你。林妍看着他笑了，又说谢谢。方逸晨认真的说，我是认真的，谢谢你嫁给我，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女儿。林妍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你。林妍的眼眶红了，我也是。方逸晨低下头，在她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。女儿在他们怀里咿咿呀呀的叫着，小手在空中挥舞。林妍看着女儿，又看了看方逸晨，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满足感。上辈子她以为嫁给陆川就是她的命，这辈子她才知道命是可以改的，只要敢选敢赌，敢为自己活一次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林妍靠在方逸晨肩上，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儿，嘴角微微翘起。